常言道，病从口入，买到新鲜优质的食物，是守护家人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。菜市场是我们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，但是您知道吗？菜市场有5种菜最脏，商贩们自己从来不吃，而很多人却经常买。第一种，剁好的肉馅。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，在菜场里面，肉馅的价格总是最便宜的。有些肉馅的价格只有瘦肉的1/3，买的没有卖的精，这其中必有猫腻。如果您经常买菜的话，您就会发现，肉贩子会用一把小刀在肉上面修修剪剪。他们会剔下来一些筋膜或者肥肉，也会修剪下来其他位置的边角料。特别是靠近猪脖子这一块的位置，边角料特别多，有可能包含一些淋巴组织以及其他有害物质。这个行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问题在于某些商贩个人不良行为。本应该丢掉的位置，舍不得丢掉。他们会把这些边角料都绞成肉馅，并以低价卖出。有些时候，他们也会把一些不新鲜的肉混在其中，一起绞成3肥7瘦的肉馅。当这些边角料被绞成肉馅之后，凭肉眼是根本无法发现有什么区别。那么，有朋友就要问了，我先买好猪肉，再让商贩绞成肉末，可不可以呢？答案是不建议这样做，因为每一次绞肉，绞肉机里面总会有残留。也就是说，您现在绞的肉，也会多多少少都会沾有少量的上一次绞的肉。您根本不知道上一次绞的肉是否干净，也不知道这些肉在绞肉机里面存放了多久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呢，把肉买回家自己剁，或者买一个小型的绞肉机使用。第二种，无根的豆芽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起，市面上很少买得到有根的豆芽了，大多是这种胖胖乎乎没有根的豆芽。这种无根的豆芽卖相好，也饱满精神，看上去特别好看。其实，这种无根的豆芽暗藏玄机。它们大多数是由化肥和激素催发的，通常会添加一种叫无根水的化学物质，其主要成分是4氯苯氧乙酸钠、6变基线嘌呤等。它会催发豆芽的生长，并且让豆芽长不出根来，只长出可以食用的部分，成长速度也比普通豆芽快。总而言之，这种违背了自然生长规律的豆芽，我们消费者最好是不要购买。第三种，敞开售卖的咸菜。只要您经常去菜市场，您就会发现那些咸菜都是敞开的，放在最显著的位置进行售卖，以便吸引消费者的购买。这些咸菜颜色特别漂亮，香味也很诱人。这样敞开售卖的行为就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。每天人来人往的，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，路人说话咳嗽带起的飞沫，都有可能附着在咸菜上面。我们都知道咸菜很咸，不易变质，但是不表明它不会变质。如果自己做过咸菜，您就会知道，咸菜如果保存不当，一样会生毛发霉的。那些敞开售卖的咸菜，必定使用的防腐剂。防腐剂的使用是很严格的，怕就怕这些售卖的咸菜根本是某些小作坊自己生产的，安全几乎没有保障，属于3无产品。根本不知道它腌制了多久，使用了哪些添加剂，防腐剂是否正规和超标，有没有违法使用亚硝酸盐，原材料是否新鲜，有没有烂的，腌制之前有没有清洗晾干。有太多安全隐患，普通人无法判断。所以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别买。想吃咸菜怎么办呢？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，或者自己腌制咸菜，吃起来才会更加安全，更放心。第四种，散装的火锅丸子。我们都知道，正规厂家的火锅丸子价格并不便宜，
而且一包数量也不多，通常一包也只有一个品种，想要每一种都吃一点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散装丸子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我们只需要花很少的钱，就可以挑选到几种，甚至10几种我们想吃的火锅丸子。听起来很不错，但实际上却非常不安全。就算是正规厂家出产的火锅丸子，含肉量也很少，主要是鸡肉、鸭肉、肉皮、淀粉以及多达几十种的各种类型添加剂，本来就不建议大家长期食用。而这些散装的丸子品质就更加没有保障，说不定就是一个三无产品。火锅丸子的生产并没有什么技术门槛，也没有什么技术难度，很容易就能生产长得都一模一样的丸子。如果只看外表，没有办法判断好坏，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些丸子它的保质期是多久，冷冻了多长时间，是否有反复解冻的情况。因此，我们也不要购买这些来路不明的丸子。想吃火锅丸子，还是要购买那些没有拆封正规品牌的丸子。第5种，熟食卤味。菜市场的熟食卤味很多，而且很多卤菜味道也相当不错。有些卤菜店的卤菜特别的便宜，从成本上而言，他们根本不会用新鲜的食材来制作，卤菜都会选用冷冻食品来制作卤菜。只要食材本身是安全的，吃这种卤菜也没有什么问题。但真正问题在于，某些商贩不会把卖不完的卤菜直接扔掉，他们会把卖不完的卤菜放冰箱保存，第2天用清水浸泡后再回卤一遍，然后继续销售。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大量损失营养。一般正规连锁的卤菜店，在冷柜一直保鲜的情况下，食品的保质期一般都只为48小时。这些卤菜经过卤制上色之后，在销售之前还会刷上一层料油，这种料油非常的香，还能让卤菜的颜色特别的好看。所以想从外表或者香味来判断这个卤菜是否是反复加工的，是很难的。只要没有完全变质，就会一直销售。某些无良的商贩甚至会使用亚硝酸盐来增色和防腐。所以想吃卤菜，大家最好选择那些口碑较好、卖得也快的卤菜店，或者一些知名品牌连锁店。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吃得健康。我是阿雅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一个视频见。